朋友们好，今天来说说我的黄金小神童，它的花期在居室的养护情况。我呢，这盆小神童是大约2个月以前开始养护的。那我非常幸运，我当时拿回来的时候呢，它是裸根状态，但是是刚刚从盆里分出来的，也就是说花友刚刚分出来，我就回家当天立即上盆了。当时呢，它的根系非常饱满健康，青青绿绿的。那很快呢，1个星期以后它出现了花芽，或许呢当时这个花芽已经萌动了，但是因为叶子非常多呢，大家都没有发现。之后呢，它就开始抽了第1个花剑。那当时呢，我是在户外养护它的，我基本上呢都给它上午的阳光。但是我发现当时呢，我给它上午的阳光的时候呢，它的叶子有一些偏黄，但是花剑呢就抽得很好。除了第1支花剑以外呢，另外一个地方我原本以为会长一个叶芽出来，但是也最后是一个花剑，所以让我特别兴奋。那这个小神童呢，抽了2支花剑。那之后呢，天气开始转凉了，我呢就把它移到室内。起初呢搬动了一下，后来呢觉得搬动有一点太累，又担心呢过多的搬动会导致它消苞。那我的第1支花剑呢是出现了消苞的情况的，6个花苞呢有1个花苞干瘪了。当时呢我是放在户外养护，我当时在前一个视频里提到说，之后呢我会不再给它们多晒太阳了，特别是过了上午11点以后的太阳。另外呢也不会再多给它们施花肥。起初第1支花剑抽出来以后，它正在开花的时候呢，我还是施了一些淡淡的促花的肥，因为它第2支花剑呢刚刚开始萌动一点点，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它还是需要光照和肥料的。但是后来第2支花剑所有的花苞形成以后，我就不再给它施花肥，并且呢放在室内，也不再随意翻动了。这样呢过了一段时间，我感觉呢如此养护居然是很合适的。它们不仅不再消苞，而且花也开得更加漂亮，比放在户外的时候呢花开得更美。它们完全张开，花蕊非常可爱，真的可以给人感觉就是叫素心小神童，非常非常漂亮。那而且花的颜色呢也是变得淡淡的黄，这种黄呢比之前的黄呢要更加纯粹一些，看上去更加漂亮。更重要的呢是花苞也变得特别漂亮，7个花苞呢1个都没有再消掉。那除此之外呢，我在花期呢也减少了浇水。以前在户外的时候呢，我几乎1-2天就要给它们浇1次水。那现在在居室养护以后呢，我3-4天才给它们浇1次水。那状态呢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感觉到呢花开的就更漂亮了。那我现在就小小的总结一下吧，就是黄金小神童在花期的时候完全可以放在居室养护。阳光呢不是完全不需要，我是把它放在有下午的阳光的地方。下午呢是在4-5点钟有阳光，那么夕阳呢不是那么强烈，
2-3个小时的阳光就可以了。平时呢，这个位置只是比较明亮，但是没有阳光。那黄金小神童呢，很适应，感觉到它的叶子呢颜色也更加漂亮一些，花也更加漂亮一些。另外呢，就是当它的花苞形成以后，就绝对不要再施肥了，完全不需要施肥。另外呢，水也要稍微少一些。看它的籽料基本上干透了，干了80%左右，再浇水就合适了。那么浇水呢，也不要让它积水，如果盆底积水过多呢，要把它清除掉，倒掉。那保证呢，它的肉质根不会烂掉，因为是放在居室，毕竟呢，通风条件和户外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我给这个黄金小神童上盆的时候呢，我呢有一些它上部的根没有完全埋下去，我觉得这个种植方法还是合适的，这样呢可以让它呢更加透气一点。尤其呢像我这样的花盆，算不上专业的兰花花盆吧，那么底部的透气条件也不是很好。那像这样呢，上面呢就要让它的根呢出来一些，毕竟它的根是气根，有一些空气，它会感觉到舒服的。好的，这个就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黄金小神童在它的花期放在居室的养护方法。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欢迎大家订阅、分享与点赞，我们下期再见。